耶耶，我们又来到莆田了。莆田就是莆田站，没错，这干脆住这算了。好棒哦！其实呢，莆田站呢真的是一个煮干拉面圣地、煮干爱好者的圣地。没错，绿洲啊，这边还有另外一家叫做尼波西玛尼亚。煮干狂乱，煮干狂热者。如果吃拉面这个东西是玩一个线上游戏的话，你头上应该已经有尼波西玛尼亚的称号了。尼波西玛尼亚拉面痴汉。现在是比较晚，大概7点半的时候来。对，我上次好像是中午，对，我们上次中午。超级热，然后排超级长，而且呢，因为店前面就是那个冷气的压缩机，我们现在正在被冷气的压缩机吹，超痛苦，超热，越来越热。今天尼波西玛尼亚的限定是甜虾还有蛤蜊的冷面，哇，天哪，很期待，又是不同的种类，但是你看又是海鲜，好棒哦！哎，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我们这支影片海鲜过敏人直接只能吃植物的。尼波西玛尼亚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真的是每天都结合不同的煮干，所以你如果住在这附近，你每天都可以吃不同的煮干拉面，真的哎。对，然后它现在又有冷面，等下直接吃就知道了。对，因为这碗我也没有吃过。对啊，对啊，一定的，一定的，每次都是新的东西。昨天吃完公园之后，就想说，哇，这种浓厚的煮干真的是独一无二，前所未见。今天我就吃到它的进化型了，直接打爆脸。它，哇哦，它也是一样浓厚煮干，然后还用了虾，然后它的虾味不是那种点缀式的，很像虾膏的味道。对，它是自家制虾煮干哦。它其实比起那种和风的虾，它吃起来更像龙虾的味道。寿司店会点那种蟹膏军舰，喝的蟹膏军舰，但是完全没有腥味，我不知道是因为它经过煮干的处理还是什么，满满的那个虾鲜味，哇，它的鲜味最大化。哦天哪，它层次真的很厉害。一入口的时候是那个虾是先爆炸，然后再煮干味，对，然后再一点贝类的鲜味是从尾韵的时候才会再回来。虾的味道很暴力，你一入口就太虾了吧，怎么这么浓啊？我们刚才在想说，就是他在那个黑板上面有特别注明说，就是这个冷面是没有肉的哦。不需要，你给我汤跟面我都点。对，不需要，不需要。它的面是全粒粉的那种面，好香。它因为冷面的关系，然后它带这个汤的关系，它让它那个小麦的香气变得更强烈。然后因为它又是全粒粉的那个面，好香。我觉得我刚吃觉得哇，它的面好好吃。其实我觉得它上面那个葱苗，那个我觉得那个蛮棒的，毕竟它还是浓汤。我觉得还是有起到一点解腻的效果。但我觉得它其实也不会腻，就它不是那种吃完会觉得哦摸，它一样是可以当饮料喝的。真的。我刚刚下掉的时候，他还说不要喝完，然后我就留了一小口尾巴来倒牙喝。我们来说一下那个阿姨大妈好了，我们点的是蒜虾的那个阿姨大妈，很像那种在热炒店大蒜炒虾仁的那种味道。对对对，它那个虾很像虾米虾油，虾米的香味。对对，它就是另外一种香气，它是香气，它不是鲜味。我觉得你吃拉面也吃很久了吧？到现在还有这种新东西是怎么回事啊？我希望自己活久一点。我觉得到我80岁的时候还会有新东西。我没有办法去拿以前吃的经验来套到这里。又是一个独一无二虾煮干，太厉害了。记得我昨天的结论是说，煮干爱好者，一定要来吃煮干公园。对，我说煮干爱好者一定要来莆田站，好不好？好吧。莆田站上面的那个汉字阿妈他划掉尼波西。大家问你说莆田的那个日文读音怎么念？尼波西，没错，真的会想住这太强了，太强了，太强了！这个东西你也不知道，就是荧幕前的人有没有可能可以吃到？对，但是就像我说的，尼波西玛尼亚它真的是每天根据当季该有什么海鲜，该有什么食材，它就提供什么东西。所以即使你错过了我们刚刚吃的这一碗，你下次来还可以试，一定还有其他更好吃的东西。我的经验是我来吃了3次，基本上它每次限定都有某个白子的挨大妈，我就推荐大家一定要点白子的挨大妈。毕竟白子这种东西，其实在台湾就已经很少能够吃到了，大家不要错过，可以试试，可以试试。毕竟挨大妈就是煮干拉面的文化，所以我觉得食量够的人，真的就是一定是要推荐家店的啦。像我最近在那个饮控，他可能年纪也有点大了，我们就是点一个，然后分食这样子，找朋友来啦。好朋友，找朋友，你有抽成是不是？莆田这边如果有想要找什么房地产，可以找我介绍。对，那个自产那个中介费好说啦，好说啦。
今天又是好天气。刚一起去看了胆大党展，好棒哦，很赞，好感动。对，但是我想要的一个商品卖完了，很难过。这个胆大党展呢，嘿，是在时代。对，其实我以前住在时代，然后呢有一个岛地叫做大冢，就在时代3手线的下一站而已。这边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隐藏的拉面基站区。然后呢，我现在要带你去吃一家店叫做 Lokahi 蜜藏，没错，蜜藏。他们平常每隔1-2个礼拜就一直出不同的限定。然后呢，这个天气他当然也会做冷面的限定啊。我们吃了这么多家海鲜冷面，我觉得大家差不多应该可能也看腻了。我们接下来要吃的，他今天的限定的是冷的海鲜的昆布水沾面。哇，天哪！意外总是出现了。对。哎，我们进去坐下来啊，都已经准备好了，一来点餐啊，昆布水冷沾面卖完了。但好险，它有一个冷担面。它的冷担面，老实说，在我吃过的所有冷担面里面，水准算是非常高的。它走的不是那种日系，会比较重胡麻的甜味，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花椒香，就是比较川味了。刚喝我觉得辣味是有出来一点，但它不会留在口腔太久，它马上又会被那个冷的清爽的汤冲掉。对，真的蛮爽快的。它的花椒跟辣油香都很棒。有一个比较让我惊艳的是它的那球肉燥它肉燥是偏甜的，然后味道刚刚好，跟汤搭配起来，搅在一起吃很好吃。我觉得它的那个肉燥肉味是很重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吃这种担担面，它的肉燥它可能本身没有去太多的调味，它就是混在里面，只会有口感而已。但这个里面是它的肉本身是咸度够，然后肉味很香的，所以我觉得有更加分。口感，我觉得感受到更多的是它其实是吃到一些碎掉的芝麻跟一些坚果在里面，颗粒的那种口感给我感觉更重。有一部分的香气也是源自于芝麻跟那个坚果。都来吃了，都拍了，我觉得还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目前这支影片还没出现的品项，就是冷担面，蛮酷的啦，就是辣的东西，但是就做成冷的，就真的有一种清爽，然后食欲很开的感觉。对，辣的东西同时是冷的，是不是不多啊？就是韩式的泡菜冰的，反正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又辣又冷的东西，其实超级开胃。对，真的。我觉得冷担面它相对来说，它的味道的方向性会比较一致，所以其实有机会当然可以来吃这一家。但是如果大家来日本，在路上突然看到某间店，它有卖冷担面的话，我都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应该都蛮不错的。就是如果夏天来东京吃冷面的话，就是担面也是另一个选择。好热，今天比较闷呐，好热。我们刚刚去秋叶原乱晃，然后呢，现在呢，再从秋叶原走往神田的路上，对，接下来呢，我要带你去吃一家，就是我在 IG 有介绍过，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间，贝系的一个盐味拉面店，但是呢，它的昆布水沾面特别有名。这家店是在神田的3马路，它本来真的没什么人知道，也是那种我藏起来的店，就它今年也进到百名店里面去了。哇，它开了几年了？2021年开的吧。所以大概3-4年左右了。我们今天要去吃的呢，当然也是它的夏季限定冷面，没错，昆布水冷沾面。哇，凉爆啊！对啊，透心凉。然后另外呢，它也有出盐味的冷面，然后呢，它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配料，你等下看就知道是什么。两个人的好处就是这样嘛，我们应该是一拉一沾，然后分着吃，全部东西搅在一起。对，直接你的昆布水也倒到我拉面汤里面。好，配料我直接吃掉。吃掉。你在说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啊？好，我们2个人就是可以分着吃嘛，又可以吃到昆布水沾面，又可以吃到拉面。对。在哪？期待一下。对。
博多三马路，博多材料一切实用那气。哎，好好吃哦！这是我这一次吃到的第一个清澈的煮干汤，煮干的各个面向的味道，比如说鲜味，还有一个苦味，全部都浓缩在里面，用一个很优雅的方式呈现。对，好好喝哦。至少我在东京都内应该唯一只有看到他这样做的，加入南高梅的配料，因为呢，它这碗冷面配料还有加入紫苏，然后呢有一个饮料叫做紫苏梅哦，那个超好喝，我很喜欢，因为我很喜欢紫苏。然后我觉得紫苏梅是一个很棒的组合，他把这个概念应用在他这碗冷面里面。它上面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我们第一次看到的，它有点像是鸡肉的沙拉，它那是鸡胸，沙沙米，鸡胸的。在里面一点更嫩的部位的那个沙拉，然后就有点像其实鸡柳条啦，鸡柳条的沙拉，然后其实它也有上面有切紫苏的碎片在上面，哇，就是紫苏梅鸡肉沙拉，然后配上这个煮干的清汤，哇，很像一道菜上面又多一个小料理。对，它这个味道层次上面的堆叠跟组合，我觉得超赞，而且就是也是其他店里面没有看过冷面的面体，蛮特别的是，它比起其他家的冷面来说，冷面很长都是就是很硬很 Q， 它是软 Q。哦，对，确实这个没有那种硬，然后它是软 Q。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口感，没有好或不好，或许它这种口感搭在它这种很温和很平静那种清汤里面刚刚好。我点的是它的昆布水沾面，昆布水冷沾面它有3个味道可以让你选。一个就是煮干，一个是酱油跟盐味。那酱油跟盐味的话，就是他自己平常订饭最基本的汤底就是备汤，备汤的沾汤。对，然后是冷的沾汤。哦，那个备汤是很浓缩，因为它毕竟要做成蘸面。是高汤的冰块。对。然后就是完完全全干贝的鲜味浓缩在里面，好甜，好甜，超级鲜，超级好吃。因为你点的是特制，然后特制里面它还有泡它的虾馄饨在里面，因为它的虾馄饨的内馅好浓哦，而且它的虾子感觉很大只，然后更 Q。我在喝你那个沾汤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它那个虾馄饨的那一点点的虾味，其实有融到汤里面去。我自己喝的感觉，所以它那个汤整个沾汤变超鲜哦。但是一开始喝到的时候会觉得哇很鲜，但是可能也是因为冷汤的关系，鲜味其实慢慢喝会变得越来越淡。所以其实昆布水上面很常看到的是，就是会有很多调味料，让你去玩，让它玩，然后转味。对，我不知道这支上的时候的下一支可能会有昆布水沾面。对的介绍，对，另外一个单元比较可爱的来宾，这个也可爱啦，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台湾人一定会喜欢这一家，整面拍照起来又好看，对啊，一看就觉得很高级。然后这家就算我不知道现在看这支影片的你是不是冬天才看这支影片。没关系，就是你虽然吃不到它那个冷的这些，但是它的昆布水沾面这个品相是常驻的。对，所以呢，你就算是冬天看到这支影片，你也可以来这家三马路吃它的昆布水沾面。天哪，我好想喝看它热的那个备汤哦。建议是直接上特制啊，它的虾馄饨超好吃的。如果不敢吃虾的人，你可以跟老板说你要把虾馄饨换成肉馄饨。但是我推荐它的虾馄饨，虾馄饨是它的招牌。总之就是这家。厉害的三马路，好强哦！我觉得他沉寂了3年，我一直觉得为什么他没有进百名店，他今年也终于进去了。赞，可以啦。すいません。前つけ麺食べに来ていただきましたよね。そうですね。動画もインスタで投稿しました。すごい反応が良かっ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いませ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现在时间下午4点半，下午4点半，这几天吃了很多海鲜嘛，没错，海鲜的煮干啊、冷面啊，对，就是冷面好像真的很少用到那种在地面上走的动物，2只脚走的、4只脚走的好像比较少。对啊，因为他们可能会有一些油啊什么的，做成冷面好像没有办法这么清澈。但是呢，我们现在来吃的这家呢，是在惠比寿青鸡手打秋卡寿吧，阿亚卡瓦林川这家呢，我大概来吃过它的订番2、3次吧。它主要是做什么的？就是鸡清汤的手揉面。然后因为它使用的青鸡就是其实有点像就是成鸡、老母鸡那种鸡，所以它味道会比较浓郁。我对这家一直以来的印象就是它的清汤真的偏厚重的那种清汤，很鸡精的那种鸡汤。然后呢，它居然给我出冷面。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刚刚有想说，那冷面会不会做其他口味啊？就没有，它是青鸡的冷汤哦。哇！
太震惊了，鬼子太震惊了，太震惊了，太震惊了。清鸡的冷汤，竟然是清鸡的冷面哦！对啊，哇，起风了，丞相，他是一整天然后不休息，开到晚上9点。对，我想说，我们避开用餐时间，下午4点来吃。我靠，就在外面排了10几个人，很期待啦。应该是我第一次吃纯鸡汤的冷面，又是一个在这支影片截然不同的分类。对，一大堆新东西耶，内容太丰富了啦，怎么会这样？赶快啊 ，Go Go！不只是我们目前吃到说里面第一碗纯动物系的清汤之外，也是第一个酱油冷面。它的酱油算是有甜度的那种酱油，可以感受到鸡汤的鲜味，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因为它是冷汤，所以吃起来很清爽，但少了一点香气，油香完全不见。但是夏天的话非常刚好，而且酱油会随着温度的变化，那个东西的层次感会感觉不到，吃进来反而就是很温和，但你不会有什么冲击。但所以它才提供了一个辣油，拿酒去泡辣椒跟柠檬，又酸又辣，酒味又很重的东西。而且它的酒味已经有点接近，我觉得就是绍兴酒的那种酒香了。所以加进去会让汤的味道整个变得不一样。我觉得它应该就是知道这点，所以创造这样子的香味油来弥补它这个不足的地方。喝起来真的很清爽，这个汤是喝不腻的。即使它单一，但是单一不代表它会腻。完全也是可以用保乐瓶带着走去喝的。对，我还点了那个清鸡的叉烧，有点老，有点硬，很像烟熏的那种鸡肉。台湾卤味店买到。对，就是那种哇，越嚼越香，反而跟这个汤很搭配。而且因为它有鸡皮。对，所以其实你要感受到不同的鸡的香气层次的话，就是嚼那个鸡皮上面的油脂，对，可以吃到很纯粹的鸡的香味，对，这个我觉得真的蛮特别的。然后再来还有一点，他都把它打在名字上了，就是它的手打面。手打，哇，我觉得很好吃，我也觉得很好吃。对，这种手打面的优势吧，就是因为那个波纹会让你在口中的口感嚼起来会是不规则的层次，但它又是有点平打的那一种，所以它表面积比较大，吃起来整个口感变化会很多，就跟刚刚我说的嚼鸡肉一样。这个面因为它又泡在冷汤里面，它其实甚至是有点偏硬的，但是也是因为这样，你在嚼的时候也可以吃到那个面香。我觉得它很多东西是要慢慢去嚼它，真的耶，才会觉得很好吃的。其实我大概能够想象它的做法了，因为其实一般的拉面店在煮鸡汤的时候，尤其是鸡清汤，做完之后然后把汤滤出来的时候，其实一定要经过一个工序，就是把它冷却。对，因为如果你煮完汤一直放在那边的话，它的鸡的香气其实会随着热气一直挥发掉的。所以一般拉面店正常的做法都是煮完清汤之后，滤完之后会直接加大量的冰块，把它直接连桶子一起冰，然后让它冷却。对，然后我觉得我们刚刚吃的感觉是，你会觉得少了一味的原因，有可能就是冷却后的鸡汤。它把冷却后上面浮出来那层油，鸡油烧掉拿掉。那对他来说，这也可以做一个利用。他可以把它拿来当做他平常卖定番热的拉面的时候吸压给的那个鸡油。所以我们吃到的就是把鸡油滤掉的版本，可能是下面的那一块。我猜的啦。这是我唯一想到就是为什么可以动物性，但是却不会有凝固的东西。对。对，这是我想到，但不知道是不是对，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对，好，那我们这边收尾是什么？你要讲这个亲鸡的事情了吗？亲鸡不用吧？如果今天你是鸡的话，我亲你一下，你就是亲鸡。那你可以亲鸡，不行啊。耶，好热！喂，好热，好热，热死！又是新的一天啊！你今天也准备要回去了？对，我在日本最后一天。每次你只要来日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你一定会找我去吃一次二郎系的拉面。对，真的哎，我就是还是会想要吃一点很浓厚、味道很重、酸味很强的拉面。所以后面有车。
然后其实因为二郎系对我来说啦，这种就量比较多，平常比较 heavy，其实我比较少吃啊，所以我每次会利用你来的时候这个机会来吃。哦，但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冷面嘛？对啊，冷面二郎怎么可能有冷面？太恶了吧？结果今天早上。我还真的被我看到，我特别去搜寻，然后今天是你的最后一天了，对，我就特别去搜寻我们以前比较喜欢吃的几家二郎 Inspire 的拉面店，还真的正好是从今天开始，对，我们要去吃的面处Honda东10条店要开始做冷的二郎的西鲁纳西，哇，大兴奋！早上看到哇，太爽了吧！我就觉得这就是企划之神的眷顾，真的哎。对，最后一天他知道你要回去了，连二郎都可以用冷的，没错。我靠，好难想象哦。这个是我也没吃过，而且我觉得这家真的有一个特别的小故事可以讲，是应该是1、2年前吧，反正有一次你来这边找我的时候，然后我们吃拉面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你挂掉，大感冒，对，大感冒突然挂掉，不知道怎样，然后你刚好住这附近，对，然后你好像连续吃了3天这家那个Honda东10条店，对，我从就是一开始先吃嘛，吃完以后隔天感冒，然后因为不想去太远。又来吃一次，然后隔天又来吃一次，然后就发现我的感冒就好了。我真的觉得二郎真的是感冒的好伙伴啊！还有大量的蒜嘛，有大量的蛋白质，对，动物油，还有蔬菜，对，还有蔬菜，对，真的超健康，健康爆弹，吃二郎养生，没错，没错。来！哦，我真的是第一次吃二郎的冷面，好酷哦，好爽，好酷！吃完一点那种饱感或腻感都没有。这个我可以先说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个冷的一定比热的好吃啊！怎么可以？我觉得冷的，我觉得冷的一定比热的好吃。哎呀，我们意见要相左了。没有，真的，因为它的那个面体，它那个粗面冷的实在太爽了，尤其那个面的 Q 度，哇，真不愧是做这种二郎 Inspire 系的店家，专门做这种煮豚叉烧的，它应该是我们至今我们吃这么多家冷面里面肉最好吃的一家，真的，怎么可以一个冷的肉，但是这么好吃？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是，因为二郎系的豆芽菜它就是水煮，通常它就只提供口感啊，就是反正你蘸那个酱之后吃起来就是脆脆的，但是它本身味道其实没有什么出来。对，然后它就是水煮的。对，但是冷的豆芽菜超好吃，好脆哦，可以吃到那个蔬菜的那个甜味。就是小当家里面那个水晶凤皇帝吃不下饭的时候，他就是先吃了那个几色粥，之后呢，这是什么？然后豆芽菜吃一根。哇，他脸整个炸开，我就是那个豆芽菜啊！进来要解释豆芽菜，然后我觉得它的蒜酥在冷面里面就是味道更强烈，变得很香，然后咬下去碎开，哇，满嘴都蒜味。再来还有它那个碎碎的那个海苔，这个应该是它平常二郎不会放的，这就是很常在麻醉寿把里面会看到的 topping 的，它虽然不是很原始的那种二郎，但是冷的二郎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料理，我觉得其实还不如可以这样讲，就是它是 Hiyashi Chuka 的变形哦，它是二郎风味的，二郎风味的 Hiyashi Chuka， 也更接近台湾人对凉面的一个印象。对，它吃起来真的有很重的凉面感，而且蒜酥这种配料对台湾人来说也是相当熟悉的，而且尤其是这个面体真的是台湾人一定超爱。真的很好吃，对，做冷的有够好吃。总之就是一个很好吃的冷拌面吧，也是一个全新的。我自己觉得味道还可以再重一点，感觉平常吃惯二郎就会觉得少了那个豚骨香，但是它换来的就是你可以吃不腻，然后吃完也不会太饱，也不会感觉身体太沉重。对，我觉得就是二郎mania的话会有这种看法嘛。那像对我来说，我的感受可能会更趋向一般人。有个最显著的差异就是。每次我跟你吃二郎的时候，你大概都会比我快个半碗左右吧。
你吃的速度对。但你看刚刚这一碗是你开始吃的时候，我还要在那边拍摄，最后是差不多，对，最后我差不多时间跟你吃完，你就知道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我一定觉得这个更好吃，而且更没有负担，真的是可以这样下完的，真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超级新手，就是甚至就是没有吃过二郎系的新手，真的可以，对。但你夏天来的话，你想要入门一下二郎系，想先知道二郎系的口味是什么的话，我觉得这碗相当适合。真的哎，真的哇，这样我全部都吃完了。我这点茶，其实整个东京，在这个夏天冷面还有在待10000种吧，太多了，拍不完了。总之就是冷面世界非常的宽阔，连我这种吃拉面也不少间的人，来这里就得到了好多很新的全新体验。然后这支影片真的是概括了我所认为的很多冷面代表性的口味，我们应该都有知道了，还有非常多，也欢迎大家就是来东京的时候自己去探索。好。私底下聊。我们这一次吃了的时间，最好吃的哪一碗？你最喜欢的？最喜欢的哦。哇，我想想，这题很难呢。对啊，因为其实他们的种类其实都完全不一样嘛。对啊，所以其实你不能放在同个那个里面，就不能放在同个天平上面比啊。但就一个我最喜欢的那个排行榜。你如果要说冲击最大，应该冲击最大应该。我先讲我的，因为我的可能不准，原因是因为很多是我吃过，我带你去吃的，所以我当然不会有冲击嘛。第一次冲击感一定不一样。但这一次让我最冲击的应该就是尼波西马尼的虾吧。那个真的很扯。好，我也跟你一样，超烂的，很多是我第一次吃的，但我还是觉得尼波西马尼亚那个东西真的是前所未见。但你不一样啊，你有。我就说了嘛，你的游戏 ID 上面就是有主干 Mania 主观狂热者的称号。哦，你这个有加主干，我先帮你加了30分。对啊，你如果有个评分系统的话，你要打分数，就是你的那个称号上面的那个效果，就是那个你主干类的拉面，就是会先加30%的分数。对，自己的那个判断标准了。对啊。这个也是私底下讲的啊，你看你的那个 IG 账号，你都会评分嘛，对不对？我们去吃那么多家，我们在还没有吃到主干之前，你看你都故意给那些评个什么四个星星啊，5个星星。我是故意，这就是我自己的喜好程度。你就是故意想要把你根本还没吃到主干冷面，你就已经先认为你要给主干冷面打6颗星了。没有，这个不是。我这个是绝对，不是相对的。你不要这样，我当下吃很爽，我就会给。你就是有那个称号嘛，你要把那个称号拿掉再来拍影片了。但真的很强啊，很强，哇，很强啊！所以我说了嘛，我也最冲击的，这最冲击的是那个。那我觉得每一碗都很赞啦，就是都是介绍给大家，大家一定会就是，我觉得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了。这次介绍了每一家。